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你的手腕上有几条线。手腕线看财运，有钱人手上都有这条。如何从手腕线看你一生财富？手腕线位于手掌与手腕的相接处，又称为动脉纹、手颈线。手腕线与人的运势息息相关，你可以观察一下你有几条手腕线，以此来判断你一生的财运。一般人的手腕线有2条，第一条表示生理机能状况，第2条象征财富和男丁。拥有3条手腕线的人，头脑聪明，可成为专业领域中的精英。手腕线的好坏与父母的遗传特别有关，你的机运、财富与健康，甚至未来的生育能力，都能从手腕线的形态上反映出现。每个人的手腕线不同，面临的考验与曲折不同，人生的际遇也是千差万别。有的人安享富贵，有的人却贫苦一生，有的人能一夜暴富，有的人却只适合劳而有获。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手腕线有几条的含义是什么意思？一条手腕线，如果一个人的手腕上只有1条手腕线，则说明这是不完整的手腕线，寓意着此人在未来缺少亲友缘分，可能会一生劳苦孤独，很难拥有更多的财富。所以当我们发现这种手腕线存在的时候，就要及时调整自己命中的运势，增加自身的财运。2条手腕线，如果一个人的手腕上是2条手腕线，则说明您的命运跌宕起伏，时不时的就会出现坎坷灾劫，而且命中的财运和事业运也不是很好，很难遇到发财的机会，在事业上也难以得到长足发展，需要及时的对自己的命运进行改写，如此才能够保证您未来的命运会更好。3条手腕线，如果一个人的手腕线是3条手腕线，则说明这是一种非常完美的手相，预示着您在未来的身体健康状况会非常好，而且寿运也会非常漫长，在财运方面也会得到很大的发展，一生的福气非常好，未来会成为一个福禄寿双全的人，但在生活中还是要提防小人。3条以上手腕线，如果一个人的手腕线在3条以上，比如4条或5条，则是一种大吉大利的手相，预示着您在事业、感情和求财等方面会有很大的收获，最终不但会找到一个如意的命定伴侣，还会拥有一份极佳的好工作，时不时的就会升职加薪。手腕线的形态，手腕线深刻、清晰，没有间断的人，表示其人精神充沛，身体健康。若线纹有断、缺、倒纹或切入一些横纹、杂纹者，其人之精神则见不足，体质不佳，也可能会有小病频出之现象。手腕线第1线呈链状，而其他2线优良，表示此人年轻时不够乐观，甚为劳碌，最后必将获得成功。只在靠近小指侧的手腕线为链形，表示年轻时劳碌，许多事总是要历经波折才能有收获，但在40几岁后生活逐渐好转，得以过较顺心的平稳生活，链形愈短，好生活来得愈早。手腕线上多直纹，表示此人必能获得名誉与地位，一生享得显耀的名声。若其上直纹不直而呈现斜乱者，则表示此人虽能在名誉地位上获得成就，不过很有可能是不正当途径获得的。手腕线上出现辅助线。手腕线上有十字纹，作为吉祥象征的纹理之一，十字纹若是出现在手腕线上的话，预示着其人在年轻时期有着较为艰苦的生活，但是到了中年之后便能够迎来稳定和富贵。特别是那些手中感情线外形出色的人，更是可以在结婚后获得出色的事业发展，
从而依靠努力工作为自己赚取财富。2. 手腕线上有星纹，和十字纹一样，星纹也是手相中比较常见的吉兆纹理之一。而且星纹的存在代表着意外之喜，特别是出现在手腕线或者是事业线上，意味着命主能够在工作中获得横财。他们的财运虽然变化较大，但是却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有所收获。此外，这类人的理财投资能力同样也很出色，可以通过正确的投资为自己增加收入。3. 手腕线上有三角纹，大部分人的手腕处有一条手腕线，如果有3条手腕线，只要其中任何一条手腕线上有其他纹路形成的像三角形一样的纹路，这种人必定会大富大贵，能够从自己的祖上和父辈得到大量的家产，并且这种类型的人天资聪颖，拥有奇才奇智，自己创业或者从政都能取得非凡的成就，自然会钱财满仓，富贵无人能比。4. 手腕线上有竖纹，这是指手腕线上存在短小的竖纹，直直地插在手腕线上。这种线纹对于命主运势的影响同样很大，如果其存在的位置靠近手腕线的中央部位的话，说明其人在中年阶段有着不俗的事业运。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线纹的长度也会影响命主的财富收入，一般来说是越长越好。5. 手腕线上有倒纹，非常糟糕的一种纹理。倒纹的存在无不预示着麻烦和危机的出现。手腕线上有倒纹的话，说明其人的性格比较重利轻义，非常渴望获得财富，但他们的愿望很难实现，相反倒是容易身患重病。6. 手腕线上有链状纹，这种掌纹是在手腕部分形成链锁的，而且线条清晰。通常有这种腕线的人都是大器晚成的人，需要在早年经历更多的困难，应该培养这种人的自信和热情。当心智成熟的时候，就能够利用自己所积累的所有人脉和经验。7. 手腕线交叉，如手腕线呈十字形，杂乱，表现这种人体质差，身体爱有小毛病。女性往往有月经紊乱、生育困难、子女缘浅薄。男人有肾虚的问题，更应该加调理，注重养生。8. 手腕线断断续续，手腕线不连贯是精神缺陷的表现。女人轻则有卵巢问题，男人轻则常咳嗽成病。假如出现手腕线一段，更要注重身体，适当补充营养。4. 手腕线看健康生育，手腕线附近肌肉组织厚实有弹性，且肌肤细润者，其人之神经系统健康，少见病变，头脑聪慧，处事有条理，生命力旺盛，所以情志欲望也较高。反之，如是皮肤粗糙、肌肉松垮垮的人，其健康情况必见不佳。此外，当手腕线出现如下形态时，也预示着其人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尤其是生殖系统较弱，恐怕会有生育方面的困难。1. 手腕线呈弓形，手腕线第一条呈弓形，不论男女，多有生殖系统的疾病，恐有生育或流产的困扰。3条手腕线都是弓形，不能生育的几率提高。请记得在生育前去看医生，及早调养，有病治病，不然提供胎儿良好的受孕环境也是好的。2. 手腕线呈链状，这是肠胃器官不佳的讯号。如果同时不见第2、3条手腕线，则身体更虚，同时也主一生劳碌，非常努力才能有收获。工作辛苦和身体差的关系，可谓积劳成疾的互为因果。3. 手腕线支线流入掌内，手腕线第一条和生育能力有关，手腕线支线流入掌中如图示，不论男女，均表示生殖系统不佳，不利子女。古有云，一支线损失一胎儿，现在医学发达，
可透过许多方式给宝宝安全的生长环境。不过，你需审慎处理生育能力较弱的问题。4. 手腕线位于手掌下，女子有此纹者，易有妇女病，生产时需注意血崩的发生，小孩易流产或是夭折，男子则有精虫稀少、难受孕的困扰。5. 手腕线有断裂斑点，许多人手腕线有断裂状况，这是身体衰弱并有暗疾的表示，特别要注意运动和良好生活习惯的维持，尤其在年纪渐长后，关于定期健康检查，该做的不可以偷懒哦。6. 手腕线在手腕动脉处纹路呈交叉状，女人容易有月事方面的问题，受孕较为困难，即使怀孕也容易小产。男子容易有败肾问题，精气神差，关节及脊椎骨及膝盖容易有无力寒冷的情况，需注重休息养生，容易有关节炎方面的问题。虽说人固有一死，只是早晚的问题，但谁都希望自己能活得长久一点。从古至今，有多少的王侯将相都在寻求长生不老之术，又有多少的百姓寻求长寿的偏方。其实阎王要你3更死，不会留你到5更，所以人生享受当下便足矣。那么从手相来看，哪些人属于短命之人呢？哪些人又属于长寿之人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短命手相。1. 生命线短。在手相学中，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比较短的话，说明寿命也比较短，因为生命线与寿命息息相关，生命线越长，也就意味着寿命越长。如果生命线比较短的话，说明很难长寿。2. 手纹杂乱。如果一个人的手纹比较杂乱，而且有很多细纹，这种手相也非常不好。手纹杂乱的人心思沉重，容易胡思乱想，心态不好，经常会出现焦虑、烦躁和杞人忧天的情况。而心态与寿命息息相关，心态不好也就代表着容易生病，将来很难长寿。3. 生命线中断有连接。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中断有连接上，这种手相也非常不好。生命线中断代表着在中年阶段可能会遭到一些意外和一些严重的疾病，会给生命和健康造成威胁。4. 生命线比较浅。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比较浅，这也是非常不好的征兆。通常来说，生命线浅的人也就代表着身体素质较差，容易遭受疾病的侵袭，即便生命线很长，也依然无法长寿。5. 智慧线向下弯曲。根据手相学的说法，智慧线向下弯曲的人大多精神状态不是很好，情绪起伏不定，容易胡思乱想，患得患失，而且情绪激动，时常会被外界的一些事情所影响。这类人长时间处于悲伤的情绪当中，可能会因为精神类的疾病而导致死亡。6. 生命线呈倒钩状。生命线呈倒钩状的人，平日里常常会出现一些疾病，比如胆结石、肺结核、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由于长时间与疾病做抗争，身心俱损，将来很容易早逝，因此在健康保养方面不可掉以轻心。7. 生命线末端有流苏纹。根据相学的说法，若是生命线的末端有流苏纹，这种手相也非常不好。这种类型的人大多身体机能较差，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比如换届的时候常常会感冒发烧，在病毒或者是有大范围流行病的时候也很容易被感染。而且这种类型的人比较偏执，不懂得改变自己的生活作息，所以很难长寿。8. 健康线下垂。如果一个人的健康线下垂碰到了生命线，这种手相也非常不好，说明健康运势不佳，容易短命，甚至还会死于非命。这类人平时一定要谨防各类意外事故的发生，同时也要远离是非和危险的地方。9. 生命线末端有星星。生命线的末端出现了很多星星的记号，这种手相也很不吉利，说明容易被疾病缠身，容易发生意外的概率也比普通人高出许多。比如交通事故、人为伤害、天灾人祸等等，都会影响到他们的生命和健康。10. 生命线有缝隙。如果生命线的中间有缝隙，并且缝隙比较大，这种手相也是非常不好的。
生命线有缝隙，也就意味着命运坎坷多磨，将来多灾多难，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2. 长寿手相。1. 手掌很厚实，很饱满，从个人手掌的情况里也不难看出一个人身体健康的信息，从而得知一个人寿命的长短。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的手掌很瘦小、很薄、很僵硬，又或者整个手掌都没有半点肉，这样的手相不仅预示着一个人的福气很差，财运很差，更说明了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不好，健康运势不佳。所以这样手相的人多数都是短命之辈。但如果一个人的手相很饱满、很厚实，手相非常的有肉，这样的手掌说明了你很有福气之余，也说明你个人的寿命很长，身体健康。通常来说，生活中的100岁老人手掌还是非常有肉的，可见这样的手相预示着你长寿哦。2. 手掌丰满红润。手掌丰满红润是十分好的一个手相特征。相对的，有些人的手色则暗淡无光，常常呈现干瘪状。手相丰满红润则是大富大贵之相。即便这种人从一开始的出身并不佳，但大富大贵终究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得到。相反，手掌干瘪暗淡的人会经历较多的灾难，晚年还会病痛缠身，惶惶不可终日。3. 手指纤细。手指纤细的人是典型的富贵命，尤其是拥有纤细手指的女人，福泽更是深厚。这种类型的人往往不用太过操劳，就能轻易地得到想要的东西，因为天生拥有着这样一双纤细的手，操劳繁重的事物都自然而然地避开了。拥有这种手相的女人是十分旺夫的，若是娶这种女人作为妻子，那么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加富裕。4. 掌心有痣。痣并不是越多越好，痣也分好坏。若是掌心有痣，则一定是富贵长寿之人。掌心有痣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头脑十分聪颖的人，他们懂得如何能够更好地规划人生，也十分理性的在各种需要选择的十字路口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样的人注定拥有富贵长寿的精彩人生。5. 食指与无名指等长。一般的人食指都会是最长的，但只是大部分。有些人的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说明此人天生有福，属于长寿之人，一生福禄寿全，好运不断，靠着自己的天资聪颖，能够获得更好的机会，更成功的事业，更幸福的家庭，他们就是一生好命之人。而且自身的福报深厚，愿意帮助别人，创造了很多的幸福。这种人往往会是个活雷锋。6. 生命线很深很长。生命线本身就与一个人的生命力、身体健康、寿命长短等方面的信息是相关的，所以若问一个人的寿命是长是短，是可以从生命线的纹路中看出来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相当的虚弱，生命线不仅很短，生命线的纹路还非常的不清晰，这样的生命线直接说明了一个人的生命力不强，抵抗力差。而通常来说，生命线很弱的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药罐子。这样的人连自身健康都无法保障，如何可以长命100岁呢？相反，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很长，生命线的纹路非常的清晰，生命线粗而深，这样的生命线意味着你的生命力顽强，是一个体格强健、身体健康的人，你很少会被疾病困扰，你的身体健康状况优良，所以这样生命线手相的人相对来说会更加长寿哦。7. 生命线中生出水星线。长寿人的手纹之生命线中生出水星线，手相中最好的生命线是绵长、深厚、红润的，就像一条奔腾的河流，气势磅礴。发源如果是位于大拇指和食指中间，逐渐流向掌底，这样的生命线代表着顽强的生命力，不易患病，能长寿的手相特征长在生命线旁边水星线的线，又称第2生命线。出自生命线的水星线，一般预示此人身体各脏器运转良好，呼吸和循环都很正常，是健康长寿的体格。此外，运势和事业都顺顺利利，没有坎坷，是典型的长寿的手相，可以长命100岁，一辈子好运。所以如果你有这种手相的话，说明你的运势很好。8. 生命线旁边有支线。
在手相图解生命线中，如果生命线的旁边出现了一个支线，这条线就是负生命线了。一听到这儿，大家可能都会联想到，负的只有在正的缺席的情况下才能够派上用场。其实就跟这性质差不多，负生命线就在生命线出现变化，自己遭遇不测的时候，负生命线就担负起保护主人的重任，让他在危险中脱身。这样的人总是会比别人幸运一些，所以只要他们自己不作死，活到长命百岁也是没有问题的。每个人活多久都是有命数的，如果一味的纠结能活多久，反而是种痛苦。人生在世，活一天就要精彩一天，这样也不枉来人间一趟。每个人的手纹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富贵，有的人长寿。而要知道一个人富贵还是长寿，可以用手相来看。那长寿人的手纹是什么呢？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么长寿人的手相是什么呢？短命的手相又是什么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一、长寿手相。一、生命线很深很长。生命线本身就与一个人的生命力、身体健康、寿命长短等方面的信息是相关的，所以若问一个人的寿命是长是短，是可以从生命线的纹路中看出来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相当的虚弱，生命线不仅很短，生命线的纹路还非常的不清晰，这样的生命线直接说明了一个人生命力不强，抵抗力差。而通常来说，生命线很弱的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药罐子。这样的人连自身的健康都无法保障，如何可以长命百岁呢？相反，如果一个人生命线很长，生命线的纹路非常的清晰，生命线粗而深，这样的生命线意味着你的生命力顽强，是一个体格强健、身体健康的人，你很少会被疾病困扰，你的身体健康状况优良，所以这样的生命线手相相对来说会更加长寿哦。二、手掌很厚实饱满。从个人手掌的情况里，也不难看出一个人身体健康的信息，从而得知一个人寿命的长短。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的手掌很瘦小、很薄、很僵硬，又或者整个手掌都没有半点肉，这样的手相不仅预示着一个人福气很差、财运很差，更说明了一个人身体健康不好、健康运势不佳。所以这样手相的人多数都是短命之辈。但如果一个人的手相很饱满、很厚实，手相非常的有肉，这样的手掌说明了你很有福气之余，也说明你个人的寿命很长，身体健康。通常来说，生活中的百岁老人手掌还是非常有肉的，可见这样的手相预示着你长寿哦。三、手掌丰满红润。手掌丰满红润是一个非常好的手相特征，相对有些人的手掌暗淡无光，常常呈现干瘪状，手相丰满红润则是大富大贵之相。即使这种人从一开始的出身并不佳，但大富大贵终究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得到。相反，手掌干瘪暗淡的人会经历较多的灾难，晚年还会疾病缠身，惶惶不可终日。四、手指纤细。手指纤细的人是典型的富贵命，尤其是拥有纤细手指的女人，福泽更是深厚。这种类型的人往往不用太过操劳，就能轻而易举得到想要的东西。因为天生拥有这样一双纤细的手，操劳繁重的事物就自然而然地避开了。拥有这种手相的女人是十分旺夫的，若是娶这种女人作为妻子，那么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加富裕。五、掌心有痣。痣并不是越多越好，痣也分好坏。若是掌心有痣，则一定是富贵长寿之人。掌心有痣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头脑十分聪明之人，他们懂得如何能够更好地规划人生，也十分理性地在各种需要选择的十字路口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样的人注定拥有富贵长寿的精彩人生。六、生命线中生出水星线。长寿人的手纹之生命线中生出水星线，手相中最好的生命线是绵长、深厚、红润的，就像是一条奔腾的河流，气势磅礴。发源如果是位于大拇指和食指中间，逐渐流向掌底，这样的生命线代表着顽强的生命力，不易生病，能长寿的手相特征。长在生命线旁边的水星线又称第二生命线。出自生命线的水星线一般预示此人身体各脏器运转良好，
呼吸和循环都很正常，是健康长寿的体格。此外，运势和事业都顺顺利利，没有坎坷，是典型的长寿的手相，可以长命百岁，一辈子好运。所以如果你有这种手相的话，说明你的运势很好。7. 食指与无名指等长。一般人的食指都会是最长的，但只是大部分。有些人的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说明此人天生有福，属于长寿之人，一生福禄寿全，好运不断，靠着自己天资聪颖，能够获得更好的机会，更成功的事业，更幸福的家庭。他们就是一生好命之人，而且自己福报深厚，愿意帮助别人，创造了很多的幸福。这种人往往会是个活雷锋。8. 贵人线交叉。贵人线又称姊妹线，是在生命线的内侧，紧靠着生命线，与生命线相互平行的线。若是一个人的贵人线呈交叉状，纹线深且清楚，代表有贵人运，往往事业有成，而且寿命也比较的长。有此手相者会一生平顺，多子多孙，长寿喜乐。9. 财运线没有断裂。财运线也叫做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代表着一个人的金钱运，也跟人的寿命有关。若是在手相中，水星线距离生命线只有一点点，是一条直线，中间没有断裂，表示这个人身体很健康，消化、呼吸器官状况都不错，这也是一种代表长寿的手相。2. 短命手相。1. 生命线中间有中断，这类人特别的倒霉，往往都是短命鬼。他们会遇到意外的死亡事件，可能是很可怕的车祸，也有可能是诸如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这类人没有办法长命百岁，但也有可能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会走向死亡。2. 生命线很浅很短。这类人天生身体素质很差，从很小的时候抵抗力和免疫力就很弱，父母为了让他们健康茁壮成长，会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这类人没有办法长寿，往往只能活到50岁左右。3. 掌纹不深刻。这类人是天生的倒霉之人，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总是会遇到倒霉的事情。他们虽然不会死得特别早，但肉体上会承受很多痛苦，精神上压力也很大，他们可能会选择自杀。4. 生命线很短且中途忽然消失。这类人生命力很弱，寿命也特别的短，容易遭遇重大疾病的侵袭，比如说可怕的癌症。虽然他们意志力很强，愿意同疾病做斗争，但由于医疗技术有限，最终也会走向死亡。5. 生命线比较的短。这类人命运坎坷，小的时候生活状况不是很好，经常饥一顿饱一顿。长大之后，他们会被工作拖累，经常晨昏颠倒，饮食不规律，婚姻生活也不是很幸福，往往死得很早。6. 健康线下垂碰到生命线。这类人其实身体状况很不错，但是命不是很好，容易死于非命，比如说遭到可怕的谋杀，再比如说与人发生肢体斗争的时候被别人误杀等等，总之死得非常倒霉。7. 智慧线向下弯曲。这类人精神状态不是很好，非常自卑，性格内向，经常会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郁郁寡欢。他们还会长时间沉浸于悲伤的情绪中，容易因为精神疾病而死亡。8. 生命线中间有缝隙。这类人精神状况并不是很好，可能由于家族遗传病，哪怕他们特别注重身体保养，十分珍惜生命，还特别热爱生活，但是最终的结局都不是特别的好，很可能会死于心脏病或者是癌症等等。9. 生命线呈现倒钩状。这类人虽然不至于遭受重大疾病打击，但是总会遇到一些小病小灾，比如说关节炎、胆结石以及肺结核等等。他们与疾病抗争的能力和意愿并不是很强，中年的时候可能就会走向死亡。10. 智慧线向下且靠近月球下面。这类人思想很极端，特别喜欢钻牛角尖儿，做事情还很冲动。他们很有可能因为性格问题做出违法犯罪的事情，一旦造成他人死亡，那么他们肯定也会被判处死刑。11. 生命线末端有流苏纹。这类人不太注重身体保养，身体素质也特别的弱，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天气变得很热，他们就特别容易头昏脑胀，甚至有可能引起猝死。
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